大家好，我是章鱼哥。我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下关于建筑管理里面的指定勘验。这个指定勘验其实是整个县市政府在做建筑管理里面的一个环节啦，从台中市开始去进行，然后慢到其他的县市。现在台南啊、桃园啊、高雄都有计划在进行中，也有一些已经在进行中。那台中其实是最早进行的，我们前几年一直在进行相关的建筑物的勘验的活动。那到底什么是建筑物的勘验？也许你住在房子里面，然后你买的房子是中古屋、新成屋、预售屋，但事实上你对于整个台湾的建筑管理不见得有那么了解。那在各个环节里面，事实上建筑物的新建管理其实是你买到的房子品质到底好不好很重要的一环。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谈一下指定勘验。2018年的时候，在台中市土木技师公会做了一个指定勘验的线上讲习，是线上的，但其实没有什么人看的。但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内容，就是牵涉到行政法系统里面在指定勘验这个活动它所代表的意义跟价值。技术层面我们也会稍微提到一些。建筑管理我们今天会提什么？就是建筑法跟行政法，然后建筑管理在行政法整个组织体系里面的架构，还有台中市建筑物施工管制办法。什么是勘验？你现在所住的房子全部都是在建筑法的架构里面盖起来。如果你住的房子在建筑法还没有施行之前，这也是有可能的。日本人有他们特殊的一个建筑物的管理系统，那系统其实我并不是很了解。日治时代他们所做的建筑物的管理，事实上在台湾有很多是实验性质。那在目前在现在建筑法其实里面规范的第56条第1项里面提到，建筑工程中必须勘验部分，应由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于核定建筑计划时，指定由承造人会同监造人按时申报后，方得继续施工。主管建筑机关得随时勘验，这就是指定勘验。它其实是一个让你自主去管理。你的房子要盖起来，其实里面要几个关键的人。第一个是建筑师，然后另外当然就是你的定作人，就是你的业主，然后还有一个定作人又叫做起造人。起造人在法律上来讲，他会有一个特殊的法律性质，就是他是原始取得人，就是说房子从无到有，他原始取得了这个房子的所有权。那还有一个是盖那个房子的，你如果从华格纳来讲的话，就是巨人兄弟们就是盖房子人，然后佛诞就是起造人。那巨人兄弟们这个承造人在台湾来讲就是营造厂，建筑法里面规定只有营造业才能够当承造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营造业的执照事实上是有很多在买卖啦，然后也相当值钱，这样甲级、乙级、丙级。甲级营造业、甲级营造厂它没有任何承揽金额的，它原则上它可以承揽无上限的金额，但是当然跟你的营造厂本身的资本有关。在甲级的营造，你可以承揽的金额会比乙级的来得多，乙级能够承揽的金额又比丙级的来得多。那这一种没有承揽金的上限，就是看你资本的这个营造业，甲级营造业，它在市场的价值是1000万以上。勘验，它其实提到就是说，承造人就是营造厂，营造厂你要会同监造人，监造人目前是建筑师，你就是在台湾一般都是逐层去做申报它的建筑物的进度，一层一层。那主管建筑机关得随时勘验，但是以台中市来讲，它的主管建筑机关其实是都市发展局、都发局，在新北市是公务局，高雄也是公务局。那主管建筑机关它可以随时去勘验，但是它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力去勘验。以台湾来讲，台中它从东离山一直到最西边大安、清水都是他的服务员，他不太可能自己派人去看。他派人去看，一方面太贵，
另外一方面也是能力可能不见得能够有那么多的人力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把勘验这件事情，他透过行政的委托给相关的人，他目前是委托一些土木技师工会去做勘验，建筑师工会、土木技师工会。那在建筑法第58条第1项就是说，建筑在施工中，机关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得随时加以勘验。那他目前的方式就用抽查的方式，在勘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指定勘验了，指定就是我委托行政委托为公权力的授予，行政委托你一个非营利组织建筑师工会或者是土木技师工会，他去做勘验。那他勘验的范围是什么？它原则上就是从你的书面资料去做审查，然后去现场去审查，然后它有钢筋混凝土的形态或者是钢骨的形态，它也去做地下室开挖的勘验跟检查。比较常见不符合的类型是防疫作。什么是防疫作？就是他希望你的工地用一个墩座，一般这个墩座都是架在围篱下面的一个混凝土，用这个墩座把它整个围起来，你工地里面多脏多乱，水都不要流出来，这就是防疫作。那像这个其实就是你看他在这边做施工嘛，但是他的围篱事实上它的下面没有防疫作，也就是说他施工弄得乱七八糟，水就会流到隔壁去，这就不合格。这个也一样，他施工乱七八糟的时候，水会流去隔壁，不符合的形态，不符合规范的要求。什么是规范？在施工是根据建筑技术规则，设计也是。钢筋的搭接不足，常常是我们会看到有指定勘验不合格的类型。那比如说以这个当作是案例来讲，它可能搭接的形态不足，但这只是一个范例啦，不见得就是说这个案子绝对不足，还是得去看图说了。比如说这个钢筋啊，像这一段，它两个钢筋两支钢筋放在一起，但是它放在一起，为了让它能够提供足够的纵向的握果力，它要让两根钢筋能够形成很好的结合，它让钢筋跟钢筋能够在混凝土里面有一定的长度在一起，这叫做搭接。那你的长度不够，搭接的长度不够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确定你这次钢筋的力量是不是能延续到你断掉的那一部分，继续能够把你的应力能够传递下去。所以钢筋的搭接事实上是根据设计，你一定要有一定的长度。柱子的话，像这个案例是什么？它是 C57 柱，我们一般在结构设计图上面都会用特定的 C 代表是 column， 就是第57种形态的柱子。它的缺失是什么？它是枯寂筋间距不符，枯寂筋间距不足过大，它的枯寂筋事实上这个就是它的枯寂筋了。那它的间距不足，它的间距过大，可能是它的图说里面所标记的是4号钢筋要间距是10公分了。那像这一支跟这一支，显然它的间距超过10公分，所以这个就不符合。勘验的结果是70公分之内有6个间隔，所以也就是说它一个间隔事实上是超过10公分，70公分之内应该有7个以上的间隔才是符合它的规范。另外的话，这是一个梁的缺失。第34G 是什么？ Girder 就是梁。34种类型的梁，它的缺筋是枯寂筋间距不符，它也一样100公分里面有8个间隔，代表说它一个间隔也是超过10公分。它事实上它要求的是什么？4号枯筋它有10公分在端点，中间是25公分，然后在另外一个端点是间距是10公分。那一般来讲，我们在工地会直接拉一个皮尺，然后去确定说你这1米里面有多少个间隔。另外，其他的指定勘验的类型，其实还有包含雨季的特殊检查。雨季在检查的时间，就是看它的是不是有在台风来之前，它有做相关的紧急处理，还有它的塔吊。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指定勘验要去协助的类型是施工损林的协调，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项目。什么是施工损林？我们会找机会再跟大家介绍。然后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线上的指定勘验的内容。
事实上有一些相关的表报，比如说我们刚才这边有提的，你要去做书面的审查，书面的资料其实里面有，比如说你要看你的营造业啦的登记啦，还有你是不是有附上相关的记录跟内容，还有一些上一期的，比如说你现在是勘验2楼版，那你1楼版它的钢筋水泥是不是符合我们现在的氯离子的规范，还有它的钢筋的无辐射的一些相关，钢筋不会用到辐射钢筋的一些相关的证明跟记录，这都是在书审的资料里面要去确认的。那介绍跟分享的指定勘验相关的内容，在你买到的房子，事实上除了逐层由建筑师去看，建筑师一般不一定会去看，你除了建筑师去看的逐层勘验的内容，还有这个营造厂他所聘的主任技师、专任工程人员去看的内容之外，县市政府的建筑主管机关也会透过行政委托去委托相关的专业团体，比如说技师工会、土木技师工会，去现场去确认说他是不是根据他的设计图去进行相关的施工，而且他是在灌浆之前会要你去看，你要看了确定它可以灌浆，它才能够进行到下一个进度。所以一般来讲，你各个楼层的勘验事实上是很敏感跟很关键，这也就是为什么常常业主会相当紧急，然后建商会其实是承造人，就是营造厂会相当紧张，希望你能够赶快去确认他们可以进行灌浆的原因。那这个其实在整个建筑法的系统里面的体系里面，事实上是希望能够透过相关的规范跟相关的勘验，能够更确保我们的建筑物能够盖出合乎设计，然后合乎施工惯例的品质出来，不一定会是这样。在风险管理的角度上，它毕竟还是正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指定勘验，希望你能够有什么相关的议题或者是意见，欢迎在线上留言给我，谢谢大家。